近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年度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母港。此次训练涵盖多海域，且成果显著。其中，辽宁舰和山东舰编队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意义非凡。歼15改进型舰载机也首次公开展示。 据新华社31号的消息指，训练期间，海军辽宁舰编队转战黄海、东海、南海等多个海域，开展实战背景下多个科目综合演练，官兵全程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反应的作战状态。在南海某海域，辽宁舰、山东舰编队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锤炼提升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双航母训练任务横跨中秋、国庆等节日，编队官兵坚守岗位，连续奋战，把对家人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祝福转化为一线练兵能战胜战的昂扬斗志，在远海大洋为祖国和人民护航。在当天下午的国防部记者会上，发言人张小刚也回应了相关议题。辽宁舰航母编队与山东舰航母编队在相关海域组织 双航母编队海上训练是年度例行性安排，主要开展实战背景下作战训练，进一步提升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中国军号发布了4张高清大图，新华社、央视新闻也先后释出视频，对外透露了更多细节。 现在所在位置是辽宁舰舰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辽宁舰航母编队正加速前往预定海域。外界注意到，除了辽宁舰、山东舰外，舷号103的055型大型驱逐舰鞍山舰、舷号106的055型大型驱逐舰延安舰也出现在画面中。此外，还有2艘901型大型综合补给舰。香港《星岛日报》指，海面上至少有12艘各式舰船，而水面下的前舰数量则不得而知。分析认为，055型大型驱逐舰作为航母编队履行远程打击、防空反导职责的重要一员，既可伴随编队行动，也可前出策应行动。大型综合补给舰则可以供应整个编队的物资需求，展现了双航母编队强大的综合打击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此外，具备3代半特征的歼15改进型舰载机也首次公开展示，并以震撼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密集编队亮相。12架舰载机在空中组成2个三角形编队，十分震撼，证明该机已经批量入列。 歼15舰载战斗机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款舰载战斗机，又称飞鲨。该机攻防兼备，采用了双发双座的布局，具有作战半径大、机动性能好、气动布局佳等特点。改进型歼15在翼尖挂架、机头 IRST、雷达罩、前缘机翼等多处进行了升级。分析指，改进型歼15作战能力与空军歼16战机相当，既能在福建舰上弹射起飞，也能在辽宁舰和山东舰上滑跃起飞。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辽宁舰和山东舰首次以双航母编队的形式亮相，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双航母编队被认为是一国海军实力的重要体现。在2艘航母已经展示过舰载战斗机单日持续出动能力约40架次的基础上，双航母编队不仅意味着战机出动能力的加倍，也使得编队可以根据任务需求灵活调整2艘航母各自的舰载机出动组合，更是以其无与伦比的强大气势，实现对周边敌对势力的震慑。我们说航空母舰呢是海上的最大的作战平台。目前呢，辽宁舰还有山东舰都属于大中型的航空母舰。那么2艘航空母舰呢，一般它就可以在海上持续的时间更长。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航母来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然后来完成对海打击或者是对陆打击的这种任务，说明了人民海军的远海作战或者远海护卫的能力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新加坡联合早报指，中方此次并未写明演练的具体时间，但提到这次任务横跨中秋、国庆等节日，由此推算，训练至少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深圳卫视注意到，9月中下旬，辽宁舰首次前往西太平洋演训，这也是辽宁舰现代化改装后的首次西太演训。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的报告，辽宁舰在10月14号至15号的短短2天内，起飞了90架次的战斗机和50架次的直升机，总计140架
次的舰载机起降。这一数字不仅创下了中国海军舰载航空兵日均起降次数的新纪录，达到了70架次每天。而2022年12月，辽宁舰赴关岛附近海域进行远海训练时，平均起降架次为23.6架次每天，最高30架次每天。这意味着不到2年的时间里，起降频率翻了一番。目前，辽宁舰已经入列12年，山东舰也已经入列5年。外界一直高度关注中国何时开始双航母编队时代。10月初，外媒炒作称，辽宁舰在结束西太平洋演练后，停靠三亚军港，与山东舰分别停靠在一座大型码头的两侧。在码头的短边还停靠2艘护航舰艇，两舰上次同框还是在大连造船厂。当时山东舰刚下水，尚未服役，辽宁舰也没有形成完整的作战能力。很显然，人民海军走向远海，它的这种能力就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它并不是一个句号，而说它只是一个逗号，因为我们后面还要有福建舰和其他的航空母舰以及其他的大型的装备入役。那么这个呢，也是为我们就是人民海军就是步入世界一流海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新加坡联合早报辨认，深圳舰也出现在这次的双航母编队训练中。深圳卫视注意到，国庆节期间，深圳舰回家是轰动深圳全城的一条大新闻。10月1号和2号，这艘以深圳命名的导弹驱逐舰在蛇口邮轮母港对市民开放。深圳舰被誉为神舟第一舰。1998年，人民海军第一艘完全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战舰被冠以深圳之名，正式入列。作为我国051B 型驱逐舰的独苗，深圳舰是我国唯一一型建造数量只有1艘的驱逐舰。深圳舰也是第一艘装备联合机动编队指挥系统的信息化战舰。入列以来，深圳舰圆满完成了亚丁湾护航、重大联演联训、远海战备巡逻等重大任务，创造了人民海军史上首次出访欧洲、非洲、日本等纪录，航迹遍布4大洋5大洲，被誉为外交明星舰。经过现代化的升级改造，深圳舰战斗能力有了大幅提升。预计深圳舰还可以在海军中服役15年左右，继续发挥指挥舰的作用。据报道，欧盟已决定派出几位官员赴华进行更多谈判，争取找到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替代方案。与此同时，法国部长被曝即将访华，就中方对白兰地等行业展开新调查等相关事宜进行讨论。法国在欧委会对华电动车关税投票中投下赞成票，现在派部长来华，要与中方谈什么？来看看报道。据报道，欧盟已决定派遣官员赴华举行更多会谈，旨在找到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替代方案。消息人士透露，欧盟官员赴华，表明双方的谈判出现了一些势头，但替代方案的讨论仍然很复杂，方案仍在敲定的过程中，欧盟需要与中方进行协调。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石小丽对深圳卫视分析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去年10月份，欧盟对华发起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后，中方呼吁通过对话磋商解决贸易争端，但欧方回应并不积极。直到今年6月，欧方发布初步裁决披露文件后，才启动与中方的正式磋商程序。而且欧方一边磋商一边仍在调查，拖延的意图较为明显。不过中方也做好了在仲裁结果生效之前无法达成妥协方案的准备，因为过去中欧也有过在仲裁结果生效后才达成价格承诺方案的先例。而且这次在欧方仲裁结果生效之前几天，中欧主管贸易的高官进行了视频通话，相信也通报了相关情况，也是在那通电话中，双方同意启动下一阶段技术磋商。谈判的范围呢，实际上已经限定在进行价格承诺方面的这样一些磋商了。也就是说呢，由这个出口商中国的出口商与这个欧委会就出口价格的一个合理的水平问题进行谈判，那么避免呢中国的电动汽车低价出口，那么给欧盟的同类产业造成损害或者是损害威胁。欧盟呢将派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进行价格承诺方面的这个谈判。那么这就说明呢，欧盟有可能在取得满意结果的情况下，对已经生效的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措施呢进行调整。比如说呢，取消目前的
反补贴税。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军波告诉深圳卫视，预计此次中欧谈判除价格承诺外，还将就中国车企在欧洲进行投资进行谈判。相关谈判的目的依旧是寻找新的替代高关税的解决措施，加上一个有关宏观上面的竞争原则的谈判，就是这个中欧之间的这种贸易争端，就是可以用一种原则性的。就是可以讨论这中欧之间到底用一种怎么样的一种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哈，包括怎么样去解决这相关的这种竞争冲突问题。外界注意到，自9月20号以来，中欧技术团队围绕电动汽车贸易争端进行了8轮谈判，但没有达成一致，原因是多方面的。石小丽对深圳卫视分析，欧盟此次派官员赴华谈判，体现出中欧双方存在谈判空间，但最终结果仍难以预料。至于是否能够达成欧盟满意的价格承诺方案，或者是什么时候能够达成双方满意的一个谈判结果，现在呢还很难下定论。尤其是呢，美国即将进行大选，那么大选的结果是否会对中欧之间的这个电动汽车反补贴价格承诺谈判产生影响，也是很难预料的。与此同时，有报道称，中方建议国内汽车制造商停止对加征关税的欧洲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例如暂缓在这些国家建厂，并鼓励投资那些投反对票的国家。对此，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对于中欧汽车产业互利共赢的正常经贸投资合作，中方一直是支持和鼓励的。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坚持市场导向，立足充分竞争，与相关国家通过贸易、投资、技术等多种方式开展电动汽车产业合作，共同维护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致力于绿色低碳转型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法国在欧委会投票中投下赞成票，但外界注意到，在仲裁生效后，法国贸易部副部长索菲·普里马斯被曝计划下周访问中国。他宣称要向中国讨说法，讨论中方对白兰地征税以及针对欧盟乳制品和猪肉行业展开新调查等相关事宜。法国呢，你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或者没有根据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法国的这种说法呢，它那不可能你这个以一种不合法的诉求，然后又来个对你事实上对中国市场造成冲击的这种行为进行这种辩护，这两者都是不可接受的。欧盟是全球最大的白兰地生产地区，其中对华出口的白兰地产品几乎都产自法国地区，像宝乐利家、人头马君度等白兰地都是畅销中国市场的品牌，利润可观。法国干邑地区的白兰地生产商、葡萄种植者等从业者一直反对欧盟对华加税立场。We feel like we were sacrificed knowingly because we had the chance to explain several times what the impact of this potential taxation would be on our sector. France and Europe made this choice, and we can see that they're not hearing our demands and are willingly playing with fire. Those who took the decisions should own up to them, and we will not accept suffering in silence. 除白兰地外，以法国为代表的多个欧盟成员国的猪肉、乳制品行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很高。今年6月，欧洲行业高管和分析师分析认为，对于欧洲多国来说，中国是一个宝贵且重要的猪肉出口市场，尤其是在一些其他市场难以销售的特殊部位，中国市场几乎是唯一的销售对象。若中国限制从欧洲进口猪肉，欧洲猪肉行业将面临噩梦。观察指出，欧方的关税措施受到了美国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关税战是损人不利己的。有学者研究了自2018年美国对中国13项关键技术产品实施关税战以来，中国企业在这些产业领域的竞争力。结果显示，美方6年的关税打压、出口管制和金融限制效果适得其反。在电动汽车和锂电池等5项关键技术领域，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极大增强，目前已经跃居全球领先地位。而在另外7项技术领域，中国企业也加大研发投入，追赶的势头十分强劲。再来关注俄乌冲突，近来在
乌东及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乌克兰军队是双线吃紧。乌总统泽连斯基承认，乌军在一些地区正被迫撤离，而俄方宣称击毙4名美加等国雇佣兵，这也是俄乌冲突以来已知在俄境内阵亡的第一批西方雇佣兵。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乌东地区发起猛攻。俄国防部30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147个地区打击乌军有生力量和装备集结地、军用机场的基础设施、油库和弹药库，击落67架无人机。当天，俄军控制了2个定居点，分别位于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地区。更重要的是，俄军表示已经占领了乌东关键城镇塞利多维，这意味着俄军距离攻占波克罗夫斯克又近了一步。事实上，俄军近来一直在尝试占领波克罗夫斯克，该市是乌东地区的重要后勤枢纽，而塞利多维位于波克罗夫斯克东南约18公里，是乌防御的重要集结地，也是顿涅茨克地区唯一仍在乌克兰控制下的煤矿所在地。此外，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的战略要地塞利多沃地区。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了在乌东地区面临的困境。他表示，乌军之所以在一些地区被迫撤退，主要是乌俄兵力相差悬殊，比值达到1比8。据悉，为了填补兵力空缺，乌克兰30号宣布展开新一轮的军事动员，再征召16万人入伍，预计将在3个月内完成。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0号发布战报称，乌军对俄军11个人员集中区实施了打击，在位于顿涅茨克的库拉霍沃方向，乌军击退俄军42次进攻。乌军摧毁了俄军8辆坦克、29辆装甲战车、40架无人机。应该说是在过去2个月以来呢，乌军在整个战场形势上是非常的被动的，接连丢失了多个战略要地。俄军现在其实他在下一步的推进上呢，其实就可以有多个选择。一是呢，继续通过包围夺取波克罗夫斯克，还有就是在这个夺取乌列达尔之后呢，向扎巴罗热前进。乌克兰今年在乌东一直处于劣势，为扭转不利局面，在8月份越境攻击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然而几个月下来，外界发现乌克兰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表现也未能达成目标，也就是迫使俄军从乌东前线撤回主力部队。在库尔斯克，俄军已开始反攻，除了边防部队、雇佣军以及义务兵，俄军还投入了众多精锐部队。有分析指出，对于乌方来说，现在如果轻易撤退，政治上和军事上带来的负面影响又无法承受。随着俄军反攻的到来，乌军也调兵遣将，继续往库尔斯克方向增兵。据乌特种部队指挥官此前透露，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兵力已经增至14个旅，并且有大量外国雇佣兵加入战斗。朝鲜31号早上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距离上次发射相距10个月。韩国军方称，朝方很可能发射的是固体燃料洲际导弹火星18型的改良版，也可能是全新的洲际导弹。外界注意到，该导弹发射前的5小时，美韩防长正在召开商讨应对朝鲜派兵援俄的会议。同日，美韩110余架军机举行大规模演习。据朝中社31号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发布消息说，朝鲜当天早上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刷新了朝鲜战略导弹能力的记录，展现了朝鲜战略遏制力的现代性和可靠性。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现场指导试射，他表示，此次发射活动向近来故意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朝鲜安全的对手明确表示朝鲜的应对意志，朝鲜绝不容许任何威胁逼近国家安全。金正恩还说，要进一步完备核应战态势，朝鲜绝不会改变核武力强化路线。韩国与日本也监测到此次发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31号通报，韩国军方于当地时间7时10分左右发现朝鲜从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弹道导弹为洲际弹道导弹，以高角度发射，飞行高度约为7000千米，在飞行约1000公里后，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坠落。该导弹飞行时间约86分钟，创下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最长飞行记录。这是朝鲜今年以来首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距离去年12月18号发射火星18型洲际导弹已过10个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研判，朝军可能试射了新型固体
燃料洲际弹道导弹，正在分析其是否使用12轴移动式发射车进行发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报市长李成俊还认为，朝方也有可能发射的并非全新型号，而是火星18型的改良版。韩军公布的数据显示，朝方导弹这次以高角度，也就是略微倾斜朝天发射的角度，飞行了约7000公里。据测算，如果是现有的火星18型导弹，按照正常角度30至45度发射的话，可以飞行1.5万公里以上，射程覆盖美国全境。而31号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测算距离要大于1.5万公里。韩军研判认为，朝方可能加大了弹头重量，显示其完全覆盖美国全境的能力。它的性能比之前我们说公开的火星18的性能还是有一定提升的啊。它的射程比火星18很有可能还有一定的提高。所以呢，要么就是朝鲜方面更大的这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弹道导弹，要么就是在火星18的基础之上，对它的性能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当然，这个提升是靠比如说发动机燃料，还是说靠比如说削减这个战斗部的质量，这个现在暂时还不能够确定。洲际弹道导弹被视为核武器的重要载具，朝方高度重视。去年4月13号，朝鲜首次成功试射火星18型洲际导弹时，金正恩就在现场指导发射。据朝中社10月23号的报道，近期金正恩视察了朝鲜的战略导弹基地。照片显示，金正恩站在起码4台火星18型洲际导弹的发射车前，听取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正直的报告。据此，外界认为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洞库阵地采用洞库部署、发射场坪冲刺式发射的部署和发射模式。这些照片也透露出，火星18洲际导弹在去年4月完成首次试射之后，目前已经进入批量生产和小规模服役阶段，又或者火星18首个战备值班单位已经基本成型。这次朝鲜发射洲际导弹的时机也耐人寻味。韩美防长当地时间30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安保会议，商讨应对朝鲜派兵援俄，并谴责朝鲜。美国防长奥斯汀在会后的记者会上罕见宣称，穿上俄军制服、配备俄方设备的朝鲜士兵正在开赴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迫近乌克兰边境。奥斯汀称这是危险、令局势不稳的举动。就在美韩这次安保会议之后5个小时，朝方就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韩国方面评估，朝鲜此举可能意在表达对美韩的不满。另外，在美国大选进入倒计时5天之际，朝鲜发射洲际导弹也有向美国社会传递信息的用意。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发射导弹后，美韩防长又紧急加开会议，商讨应对措施。双方商定将实施由美方战略武器参与的联合演习，向朝鲜展示所谓同盟的反制决心。观察指出，美韩去年以来不断强化对朝鲜的所谓延伸威慑，也就是核威慑，是引发朝方回应的主要刺激性因素。而去年以来，韩国情报部门多次对外宣称朝鲜将进行第7次核试验，不过目前尚未发生。就在朝方发射洲际导弹当天，美韩也临时组织一场大规模空中演习，双方共有110余架有人及无人军机参演，包括韩国空军 F-35A、F-15K、KF-16 等装有精密制导武器的战斗机，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 F-35B、F-16 等战斗机和 MQ-9 无人机。双方在半岛西部海域上空以及中部内陆空域组成大规模联合攻击编队，进行了多样的战术飞行和精确轰炸训练。如果说美韩不断的用演习去人为的在东北亚，甚至我们说在整个西太平洋制造紧张局势的情况之下，那么相关区域的国家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当然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动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美韩方面也应该认真的考虑自己所进行的大量的咄咄逼人演习，那么到底对这个地区会带来什么影响？但是我们说从美韩跟朝鲜之间的博弈的角度来讲，那么朝鲜方面应该来说，当然认为还是要展示出足够大的威慑能力。韩国近日公布朝鲜派兵援俄的消息，并不断拉美日展开应对性商讨。分析认为，韩国十分忌惮俄罗斯与朝鲜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尤其是其中第4条与北约的共同防御条款高度相似。如果这次朝鲜出兵支援俄军，那么未来半岛一旦战火重燃，俄方出兵支援朝鲜将是大概率的事，这对韩国极其不利。
有韩国及美西方舆论煽动韩国出兵或者支援乌克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此，韩国国防部长官金龙显30号表示，即便俄罗斯为回报朝鲜兵员而向其转让尖端军事技术，韩方也有能力克服这一挑战，并强调韩方不考虑向乌克兰派兵。对于美韩两国为了因应所谓的朝鲜向俄罗斯派兵问题，正在美国举行外长加防长的2+2会议一事，您作何解读？我认为，虽然俄朝双方至今都没有承认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派兵这件事情，但是由此而引发的相关国家之间的外交与军事上的博弈和较量，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不过，我还是坚持认为，一是鉴于韩国承受不起半岛深圳的代价，以及朝鲜要保障自身的政权安全；二是鉴于半岛双方的军力部署已经处于了谁都不敢打破僵局的恐怖平衡状态；三是鉴于美国仍然不敢在俄乌战场与中东战场之外，在朝鲜半岛之外另外开发第三战场。接下来半岛仍然没有战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日韩以及北约将会充当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相反，他们一定会以此为借口，加大对俄乌战事的介入力度，甚至是帮助乌克兰逆转当前战场上的不利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接下来俄乌战场上将会发生3大关键性的变化。第一是，在半岛上不敢轻启战端的韩国将会趁机借用俄乌战场来跟朝鲜进行一场间接的战争。根据媒体报道，韩国不仅会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而且将会派出数百名军事顾问。因为韩方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在俄乌战场上累积跟朝军作战的经验，并趁机消耗朝鲜的军力与国力；另外一个方面，韩方认为只有帮助乌克兰打败了俄罗斯，才能够从根本上化解俄朝军事结盟带来的长远威胁。第二，美国与北约将会趁机解除对援乌武器施加的限制，甚至是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远程打击武器。第三，我认为鉴于俄朝并没有明确承认朝军入俄这件事情，再加上北约也不想见到俄乌战事扩大为第3次世界大战，因此我认为接下来过去一直跃跃欲试，想要下场参战，但又被美国和北约摁住的以波兰为首的中东欧国家，将会让自己的军人脱下军章，以志愿兵的形式出现在俄乌战场上。距离美国大选开票还有5天，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的厮杀进入最后时刻，双方背后的金主也逐渐浮出水面，为他们摇旗呐喊。其中最为高调的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近日却因每日撒币100万美元深陷贿选门，他被要求于31号上午出席宾州费城举行的听证会。美国总统选举进入倒计时阶段。根据美国政治数据分析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哈里斯和特朗普之间的支持率相差甚微，7个摇摆州的93张选举人票将决定两人的胜负。而其中，密歇根、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这3个关键的摇摆州尤为重要，被美国舆论称为蓝墙州。特朗普在2016年横扫蓝墙州，但4年后拜登又夺回这些州。特朗普30号抵达蓝墙州威斯康星拉票，走出机舱后，他穿着一件橙色反光背心，坐上了一辆印有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2024字样的白色垃圾车的座驾。How do you like my garbage truck? This truck is in honor of Kamala and Joe Biden. 美国舆论称，特朗普此举显然是在嘲讽拜登将其支持者称为垃圾的言论。拜登此前一天在一场与西班牙裔民权组织举行的电话会议上脱口而出，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唯一垃圾，引发轩然大波。He's failed businessman. He says immigrants are poisoning the blood of our country. And just the other day, a speaker at his rally called Puerto Rico a floating island of garbage. The only garbage I see floating out there is his supporters. 有美国选举专家指出，在拜登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发表争议言论之前，情势对特朗普十分不利。最早是他的支持者喜剧演员辛奇克利夫在一场拉票会上口出狂言，贬损拉丁裔群体和波多黎各。辛奇克利夫嘲讽的对象是波多黎各人，在美国大选中是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在美国本土的波多黎各人有500万之多，其中有50万人住在蓝墙州宾州，而在这里可能几万张选票就会决定胜负。特朗普阵营急忙和辛奇克利夫割席，称他所言只是笑话，不代表特朗普本人和其阵营的立场。
另一个可能影响特朗普选情的事件，则是其大金主亿万富翁马斯克因100万美元抽奖引火烧身。宾州费城首席检察官提出诉讼，认为这项抽奖活动涉及贿选。马斯克被要求于当地时间31号上午出席听证会。特朗普的所有大金主中，马斯克最为高调，已累计捐款超过1.3亿美元。此外，从本月初开始，马斯克推出100万美元抽奖活动，规则很简单，就是在11月5号之前，他将面向7个摇摆州民众每天抽取1名幸运儿，无偿赠予100万美元。唯一的条件就是必须参与马斯克发起的支持言论自由和拥枪权的请愿活动。截至目前，马斯克已向幸运儿们发放了9张100万美元的支票。撒币大招收效很好。政治博彩网站最新预测显示，特朗普已经一马当先，赢得总统可能性已经高达66.3%，哈里斯已经下滑至不足34%，引发民主党的集体警惕。哈里斯的盟友表示，直接发钱的做法令人担忧，建议执法部门查一查。拜登在特拉华州投票后，被记者问及马斯克的抽奖活动时，也做出回应。Do you think that's legal conduct? Do you think that's election interference? 美国司法部也警告称，抽奖可能违反联邦法律，会导致公共滋扰和不公平交易行为，可能干扰选举的公正性。This is an indirect way of paying someone to register to vote. 但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前主席斯米特直言，此举属于灰色地带。由于马斯克并不是直接付钱让人注册，而是付钱让人签署请愿书，所以没有越过红线。It's clearly not vote buying.Because he's not paying anybody to vote or not to vote or to vote for a particular candidate. 现在地方检察官对马斯克的指控并没有直接针对贿选，而是说他进行非法的抽奖活动。按照宾州法律，抽奖应该是有政府许可之后才有权利做的，而马斯克没有经过地方政府的许可就进行发放这种抽奖的活动，很可能是要违反法律的。另据雅虎财经的一项调查，马斯克的砸钱行为一定程度上令部分摇摆选民观感不佳。To people who say they're still undecided, 21% say more likely to vote for Trump because of Musk, but 28% say less likely to vote for Donald Trump because of Elon Musk's involvement. That's sort of a negative Elon Musk factor. 美国舆论认为，此时对马斯克发起调查为时已晚，距离开票日仅有5天，对特朗普阵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而相关调查也难以影响马斯克本人的声誉。他此前接受美国保守派媒体人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已经对自己的押宝行为的后果有所预料。如果特朗普失败，自己甚至可能坐牢。If he loses, man, what? Dude. If he loses, you just be like, yeah. I'm like, how long do you think my prison sentence is going to be? Do you think? Will I see my children? I don't know. 美国《纽约时报》直言，美国总统选举的本质就是一场金钱与政治利益交换的游戏。真正决定大选结果的，并非选民手中的选票，而是两党金主的超能力。超能力是美国选举政治中最重要的成分，尤其是在2010年美国通过有关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这个法律之后，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大企业和一些富豪们的捐赠，变成了一个无上限的捐赠，之前还是有种种限制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美国大选期间，全美150个富豪家族为支持总统候选人和国会候选人已花费19亿美元，创下美国大选年的新纪录，比2020年大选多出7亿美元。总体来看，富豪们更青睐共和党，捐款池中有72%，约13.6亿美元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22%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报告进一步指出，在大选中砸出19亿美元的150个富豪家族的身家总数为2.67万亿美元，19亿美元仅占其中的0.07%。但这些家族在大选中的金融政治影响力已经超过1350万个美国普通家庭。Usually, candidates who spend more money win their races. But for presidential campaigns, things are a bit different. For example, in 2016, Hillary Clinton raised more money than Donald Trump, but she lost the election. 观察认为，美国富豪更多介入美国大选，一定程度反映出一个更为撕裂的美国社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裂也体现在美国媒体的站队上。
美国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今年宣布，将不会为民主党或共和党出资，并干预其所有的《华盛顿邮报》，不让该报支持任何总统候选人，引发了一波辞职潮。多名编委会成员和多名专栏作者密集离职。《华盛顿邮报》传统上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上一次该报没有在大选中支持任何总统候选人是在1988年。离美国大选正式投票日不到1周，驴象两党打起了垃圾大战。特朗普甚至穿上了环卫工的背心，钻进了环卫垃圾车。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我之前在评论中说过多次，尽是癫狂，尽皆过火。那这呢是美国大选年两党候选人他们的权斗特色和悠久的传统。而今年的美国大选呢，一定是于今为盛，是拉低各种底线、击穿各种秩序规范的奇葩之最年。那这不，驴象两党候选人他们的垃圾大战，又给2024年的选战奇葩录添上了重口味的一笔，带着浓厚的垃圾味儿。大选如戏，全靠演技。特朗普呢，他果然是靠主持真人秀发家出圈的，他浑身都是戏。昨天呢，把垃圾工演到飞起。这呢和此前他在宾州一家麦当劳穿上工作服，向精心筛选出来的演客人的共和党的支持们表演卖汉堡、炸薯条，这是同样的选战拉票的路数。那就这场垃圾战，它的因果溯源的话，其实呢，特朗普与哈里斯他们呢都不是直接的当事人。那么这也是有媒体在调侃说，两人同步遭遇了猪队友的这个原因所在。特朗普上周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开最后的造势会，一位助选的脱口秀嘉宾把喜剧舞台上的段子给搬到了造势的舞台，嘲讽美国海外领地波多黎各是漂浮的垃圾堆，这当然是对波多黎各人的集体的冒犯。那这一群体，他们作为美国公民，虽然在海外领地不享投票权，但是呢，只要他们生活在美国的本土，就可以照常的来投票。而他们中的40%又生活在宾州。要知道，宾州可是现在选情争夺最激烈，关系到19张选举人票的重点的一个摇摆州，也是呢民主党最关注的所谓蓝墙州之一。而最新的民调就在显示，特朗普和哈里斯他们在宾州的支持率再度扯平了。所以对脱口秀嘉宾的助选垃圾发言，民主党火力全开。但是呢，作为在任总统拜登，这回呢他又给副手哈里斯挖了一个大坑。他在周二一场网络连线讲话中，将特朗普的这个支持者嘲讽为垃圾。虽然他本人以及白宫事后呢都在反言，辩称他所炮轰的支持者是单数，就是那位脱口秀的嘉宾。但是根据美国媒体的爆料，哈里斯竞选阵营都对拜登的这个垃圾说相当火大，声言未来6天的最大的任务就是要让拜登尽量的销声，甚至消失。而《华盛顿邮报》的最新标题呢，更是在毒舌嘲讽拜登，他的最新口误恰恰是他选战为何选不下去的一个最有力的阐释。那这样看来，两党候选人就垃圾大战，他的最新的攻防，恰恰呢也是美国选战最典型，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细节缩影。他所折射见证的信息，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您分析这场垃圾大战有哪些细节最值得关注呢？对于美国选战又意味着什么？特朗普穿上橙黄色的垃圾背心，钻进垃圾车，然后呢对着电视镜头讨伐哈里斯。这一幕呢发生在威斯康星州，这当然是一个精心选择和设计的结果。那么这里呢是另一个争夺激烈的摇摆州。特朗普当初耳朵包着纱布走上大舞台，接受共和党大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也是在威斯康星州。拜登垃圾乌龙一出，特朗普第一时间就发推讨伐，声称我们欢迎历史上最多的拉丁裔、非洲裔的美国人、亚裔的美国人，我希望成为全体人民的总统。昨天面对电视镜头，特朗普他也重复了同样的话，但等等，特朗普他的竞选言论必须要接受所谓的事实核查。那么在边境以及移民管控问题上放各种狠话，这难道不是特朗普的一个政治政策标签吗？甚至他自己不也是在拿垃圾在说事儿吗？就在上周，在另一个摇摆州亚利桑那，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中再度炮轰，说全美正在沦为垃圾倾倒场，沦为整个世界的垃圾桶。几年前，奥巴马夫人米歇尔说过一句名言：他们厚黑下作无底线，我们得站直了，在高处。但是呢，
受选情乃至选票的牵引，哈里斯他在最后的时刻不也摆出了不惜身段、不计后果的决绝的姿态吗？最近接受福克斯电视台以及热门的播客专访，一旦涉及到敏感的话题，他都会把账本和责任一股脑地推到特朗普头上，甚至连纳粹分子这顶大帽也给对方扣下了。所以知名专栏作家卡伦·图马尔蒂，他就在《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最新专栏中吐槽说，这可能是当代美国影响最大也是最关键的一场选举，在还有6天就将投票之际，花这么大的力气，耗这么多的资源来空谈垃圾，真的合适吗？他沉痛把脉，今年的大选呢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里外里都是垃圾。全球首富马斯克陷入贿选风波，他已经被要求就持续推进的100万美元支票抽奖方案出席听证会并接受调查。您对此如何看？如果说美国选战全面垃圾化是一个最新趋势，那么选战金钱化，那就是一项源远流长的政治传统。当然了，在选战最奇葩之年，金钱力量对选战的渗透与裹挟，对人性的腐蚀与操控，也在改写着各种记录。比如呢，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半路接班选举，他短短3个月内就筹得10亿美元的竞选资金，创下筹款新纪录。而全球首富他的100万美元抽奖操作，更是直接击穿了各种底线。马斯克堪称是特朗普的头号铁粉，他此前在接受名主持卡尔森在线专访时甚至自嘲说，如果特朗普选战失利的话，自己可能会因此吃牢饭。中奖之下必有勇夫，连续1个月每天签出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这呢，在美国选举史上可谓是石破天惊，史无前例。但是呢，世界首富他精明得很，他实际上是钻了美国选举制度设计的漏洞。在美国付钱让某人登记投票，或者是提供现金或者是彩票的贿赂，以换取为特定候选人投票，那这些都是违法之举。但是呢，付钱让某人来签署请愿书并不违法。马斯克钻的正是这样一个漏洞。他的开奖条件是，只要是在7个摇摆州的登记选民，不论党派，同意在发起请愿书上签字，就可以获得47美元的现金奖励，并且呢，有机会参加100万美元的抽奖。而请愿书上的2个议程选项，实际上也与2位候选人没有直接的瓜葛，而是关乎枪支与言论自由。但是呢，这2大议程实际上都是特朗普竞选阵营的优势关注话题。所以这实际上是马斯克他在以银弹攻势，通过他捐款成立的超级行动委员会来变相的为特朗普来创新拉票。那么美国司法部的听证会调查能够阻止首富的这个银弹攻势吗？我看悬。当初宾州的民主党州长公开表示关切，那马斯克的回应就是再度公布2张100万美元支票的得主。如果打诉讼战，身为全球首富，那么马斯克他实际上有最深的口袋，能够延请到最能够打的律师。这样看来，美国2024大选年的金钱游戏也在被推上另一个厚黑新高度。